注意看，美国擂台發生了一起人人都不想看到的擂台血案。美國400年大力士被中國巨人一拳爆頭，打斷脖頸。赛事方第一時間將其綁上擔架，當場抬走搶救，不料賽後卻搶救失敗，沒有救活。好，各位亲愛的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非常精彩的中美重磅級拳王大戰。好，眼前的小胖子400多斤啊，就是美国拳手蘭斯。好，再看一下眼前这个好像一棵参天大樹的選手，這是中國的巨人拳王董建軍，人送外號泰山。雖然說董建軍長得很高，但是眼前的這個小胖子蘭斯並沒有瞧得起我們，而且這個家伙還表說呀，無論中國選手長得有多高，都是 A 揍的貨，欠揍的貨。還表示本場比賽打完之後會把董建軍安葬在美國。好，觀眾朋友們，這哥們兒要把董建軍打死啊！好，比賽馬上開始，這是一場無差別的對局，雙方的身高和體重呢都不成正比。我們在身高上有優勢，但是體型上體重上應該是對方更胖些。但我覺得打這個重磅級比賽啊，100公斤以上，那更高還是優勢會更大一些，因為我們的視野更好啊，我們打擊的範圍和距離啊有更遠。好，這裡不要少說，比賽已經開始，觀眾朋友們千萬不要眨眼，因為本場比賽絕對精彩。Early in the fight. And he was nailed with big overhand rights in the opening round of his last fight, and I think he was rocked by one of them. It took him about maybe towards the end of the second round, maybe the midway through the third round for him to really find his rhythm, get his jab going, and finally impose that impressive physique. 我們看比賽開始，董建軍憑借身高和臂展上的優勢，打的這個蘭斯啊，只能不斷的搖閃，只能是不斷的躲閃。而且這個蘭斯啊，他要比我們矮上半頭之多。對方目前是不敢反擊，哎呦，還真敢打呀！董建軍在一開局的進攻上啊，這個路線還是沒有問題的。我們有身高上的優勢啊，一定要打得兇狠一點，千萬不能讓對方啊打入到內圍。要知道董建軍是要比張志磊啊還要高上很多的，也算是張志磊的師兄了。Without you there, wrestling coach at Hannibal Grange University, played college football at Silver Stockton in that area. He's just a small town kid, didn't really care much for California or Las Vegas. He did fight Deontay. Take a step back. Dominic Brazil. 这個蘭斯有點頂不住了，已經開始頻繁的摟抱。哦，可以看到是受不了了，因為吃到董建軍的拳啊，就算是防守吃到，這也是吃不消。And he's coming off some inactivity. He actually broke his leg in a semi-pro football. Yeah, he's all over the place. Yeah, football game. So he sat out about a year. Yeah. Tyshawn mentioned working with Buddy McGirt. McGirt understanding, explaining it's a project. Because Tyshawn started boxing literally a year ago. 好，最後的30秒鐘。董建軍，哎呦，什麼情況？窒息結束了。我們看這個蘭斯。這個美國選手已經是躺到了地上，已經上了這個脖子的護具啊，沒有猜錯的話，脖子被打斷了，因為他現在脖子不能動。但是他400多斤啊，一會兒抬走，這也是個麻煩。好，上擔架了，直接抬走。我的媽呀，董建軍這一拳看來要打出事兒了，要打出命案了。我們看五花大綁，把這個蘭斯啊綁成那個大閘蟹啊，直接抬走去搶救。好，後手的擺拳。好，觀眾朋友們千萬不要走開，因為接下來的這場對局才是董建軍的成名之戰。那麼這一次依舊是在美國，不過對手實力可就不一般了。好，他就是眼前的美國黑金剛，人送外號野獸的鮑勃薩普。此人的實力相當之恐怖，徒手就可以捏爆一個完整的蘋果。一個平底鍋在他的面前就像一塊麵餅一樣，輕輕一捏立馬變形。就算是鈦合金鍋底在他面前也是不堪一擊。好，所以說這個鮑勃薩普的實力呢，你也看到了，的確是非常的強勁。好，兩個人都是野獸啊，一個是泰山啊，一個是野獸。
但不过我更相信是泰山压顶。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我们看，这个鲍勃萨普，这个怎么躺在地上，好痛苦啊，非常痛苦。吃到董建军的拳啊，没有办法不痛苦，的确是很疼啊。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董建军，仅用时不到1分啊，应该是1分钟不到啊，只 KO 了这个美国野兽鲍勃萨普。董建军的拳啊，打的的確是非常的重啊。好，观众朋友们，正所謂人紅是非多，那麼在董建軍成名之後，但是來了非常多的挑戰者，想要借着董建軍的肩膀登上世界之巔。好，比賽開始了，看一下白色拳套董建軍，黑色拳套啊，便是來自於伊朗的拳王阿卡巴爾。這場比賽跟以往不同，我們看這個阿卡巴爾的進攻打得非常兇。雖然說身高不佔優勢，但是這個家伙知道啊，打外圍肯定輸，所以說一上來呢就猛衝內圍，想要和董建軍啊來拼拳。想打中國的泰山一個措手不及，但泰山真的是身高體壯啊，所以他面對對方那種局部戰場的進攻，應該說還是有足夠的抵禦力的。馬立敏自己速度太快，都丟失了重心。要知道泰山目前是中國搏擊界身材最高的2.06米。泰山壓頂，泰山壓頂嘍！泰山剛才是抓住了機會，利用對方出拳之後緊跟着一次反擊，單拳就將對手撂在地上，對手搖搖晃晃。卡片再給他獨不示意，還可以繼續比賽。好，觀眾朋友們，這個阿卡巴爾的確很頑強啊，吃到董建軍這麼重一拳，竟然還沒有投降的意思，還要打。這個比賽可以直接結束了。泰山，對。好，觀眾朋友們，那這場比賽董建軍也是用時又是不到1分鐘啊，不到1回合啊，輕鬆拿下了這個伊朗拳王，非常精彩。好，本期的視頻精不精彩，好不好看？如果你喜歡的話，請對着屏幕不要忘記對咕點兩下。好了，咱們下期視頻再見。 하지만은 주먹을 명중시키고 카림의 머리가 통째로 꺾여 날아갈 뻔한 위험한 상황에서 심판이 他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世界拳王，一場比賽連轟1562拳的記錄，至今無人能破。沒有任何一個拳手有如此恐怖的出拳量，如此猛將，就是來自於中國江西的天才拳王徐燦。15歲，我輟學做拳手。23歲，14場比賽0 KO，別人說我拳太輕，沒可能拿拳王。24歲，終於等到去休斯敦挑戰世界金腰帶，美國媒體說我會輸得很慘。但現場的中國人用吶喊聲告訴我，我能行。I can. 這條金腰帶承載了血和汗。That power come from? It's from China. I am Chinese. For the country. 好，觀眾朋友們，這場比賽徐燦的對手正是眼前的日本天才少年久保隼，的確挺損的。好，剩下戰績13勝1負，而且其中包括9場 KO。那麼在賽前，這個久保隼表示說呢，亞洲拳擊日本永遠是第一啊！這一次要在中國擂台 KO 徐燦。好，看來這個家伙可謂是信心滿滿，但不好意思，打日本選手之前，觀眾朋友們必須先奏起國歌。
觀眾朋友們，
这么多的觀眾為我加油，真的，我作為一個家鄉人，我特別的自豪，而且特別為我們家鄉驕傲，特別感謝你們。這是一場復仇之戰，也是楊建平下手最狠的一場比賽。楊建平毫不手軟，瘋狂怒摔韓國名將，只因為在此之前，韓國選手金立碩手段太殘忍，比賽中將中國選手閻錫波殘忍地掰斷了手臂。然而獲勝後的金立碩見中國選手痛苦萬分，竟然還一臉得意洋洋地笑了起來。中華猛虎楊建平看到這一幕，立馬衝上擂台為同門師兄弟打抱不平。然而對手卻當眾怒推楊建平，完全沒有把楊建平放在眼裡。然而面對韓國選手的囂張挑釁，楊建平絲毫不懼。還當眾向金立碩下了生死挑戰書，計分高低，也決生死。好，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非常精彩的中韓對局。好，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鏡頭當中正在出場的選手，他便是韓國名將金立碩。好，這家伙長得好像是個泡菜壇子，觀眾朋友們，尤其是他的腦型啊，這完全就是個泡菜壇子。好，這個金立碩非常的惡心，在上一場比賽呢，手段極其的殘忍，將我們中國選手閻錫波，觀眾朋友們啊，活生生的掰斷了手臂。然而這個小子啊，非但沒有任何同情心，而且還當眾得意洋洋笑了起來，嬉皮笑臉的表示中國人的胳膊像筷子一樣脆弱，不經打。這一番囂張的言論和囂張的態度，引起了我們中方選手中華虎楊建平的不滿。沒有錯，眼前正在出場的選手便是來自於我們中國的中華虎楊建平。我們都知道楊建平打日本人打小鬼子非常的厲害，但觀眾朋友們，楊建平打起韓國人，打起這個泡菜選手那也是極為拿手的。這場比賽觀眾朋友們有一個特別之處，因為本場比賽不是一場普通的比賽，而是一場簽下了生死合同、簽下了生死狀的生死之戰。楊建平主動申請跟對方簽下這個生死挑戰書，計分高低，也決生死，打死不償命，打死不負責。和這個古代比武呢差不多，只不過這場比賽呢並不是點到為止，而是打到廢、打到服為止。好，注意看兩位選手一上來，完全沒有試探，尤其是楊建平。我們仔細看紅色短褲，紅方選手楊建平，人送外號中華虎。我看楊建平比賽開始火氣，這個火氣是非常的大。好，仔細看，處於上位的便是楊建平，現在處於下位的便是韓國選手金立碩。這個金立碩在韓國非常的出名，可謂是家喻戶曉。但是觀眾朋友們，歸根結底，只能說這個韓國呀太小了，這個屁大點的地方，稍微一出名就全知道了。如果你在韓國一晚上醃了10壇泡菜第二天都有可能上新聞這個新聞會報道說你醃了10壇國寶。因為這個泡菜我們都知道是韓國人的這個寶貝。好，我們看兩位選手現在的戰況呢是非常的焦灼。雖然說楊建平拿到了一個上身位，但是他能做的事情非常的少對方的話是一個老樹盤根而且我們注意看，楊建平捂住了臉，這並不是害羞，而是怕對方把他帥氣的臉龐打壞。因為這個楊建平的確長得非常的帥氣。好漂亮，楊建平逆時針的一個旋轉。這裡我們注意看旱地拔蔥，旱地拔蔥又來一下。楊建平，觀眾朋友們，他的這個臂力太恐怖了。好，注意看這個金立碩賴到了地上，又耍起了韓國人專屬的這個無賴打法。可以說有90%以上的韓國選手，觀眾朋友們都是這副德行。注意看，這個家伙還展開雙臂挑釁我們。
好漂亮！哦呦，这个低扫非常的重。那目前来看，在战力水平上来讲呢，杨建平啊，明显还是要更胜一筹。因为这个杨建平呢，本身啊，他也是我们国家拳击队出身的。包括我们看杨建平的走位，他的脚下步伐都是非常的灵动。现在杨建平就是凭借这个灵活的优势啊，进进出出，哎呦，漂亮，过肩摔！我的天哪！杨建平这个出其不意的打法，觀眾朋友們確實太令人興奮了。當然不得不講，這個韓國棒子很抗揍啊，不會是棒子。看來這個棒子不是空心兒了啊，可能是實心兒了。我們注意看這個韓國選手金立碩的雙手呢放得非常的低，這是一種非常不尊重對手的一個表現。哎呦，漂亮！這個偷襲速度啊太快了。哎，又來了，觀眾朋友們又來了。哎呦，這麼喜歡我們中國的這個地板嗎？如果你很喜歡睡覺，一會兒讓楊建平滿足你。現場的裁判並不是很給力啊，這個時候應該叫停的啊，理論講應該叫停。因為雙方啊，我們注意看沒有太多的一個動作，對方呢就是耍無賴，而楊建平呢也不想打地面。第一回合馬上結束了，但是看這個韓國選手啊，依舊是沒有起來的意思。趕緊聯繫一個這個抓狗的、收狗的，給這個韓國選手給他抓走啊！好，觀眾朋友，比賽第一回合結束，非常的解氣，但同時啊也有一點生氣，因為這個韓國選手啊太無賴了，打得非常的惡心，非常的卑鄙。好，雙方的比賽進入到第二回合，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兩個人的精彩表現、精彩對局。好，注意看紅方選手紅色短褲楊建平，中華虎；藍方選手白色短褲就是上一場比賽啊掰斷我們中方選手手臂的韓國選手金立碩，他是一個韓國名將，非常的出名。好漂亮，這個側踹非常標準，再來。這是我們中國散打裡面的招式。這個金立碩他的這個戰力水平看起來非常的愣，感覺他就像是一個這個大腦發育不健全的人，這個肢體啊都很生硬，感覺是有點像腦癱啊，像中風了一樣。哎呦，我們看楊建平打得非常靈活，很聰明。啊，這個金立碩呢想反擊啊，但是呢找不着突破口，主要打不着，因為楊建平這個撤退速度太快。哦，漂亮，掏單腿，這個時機抓得太準了，太準了。對方出腿的一瞬間啊，被這個楊建平啊抓住了這個機會。好，看一下，現在屬於上位的便是楊建平，下位的便是韓國選手金立碩。楊建平一定要小心對方的一些鎖技，因為上一場比賽呢，這個我們中鋒選手嚴希波啊，就是上身位的優勢位，然而被對方啊抓住了這個掰手臂的機會。
好漂亮！哎呦，又一次！杨建平这个抓实心的能力和反应速度太快了，而这个韩国选手这个动作慢，速度慢。我敢打赌，观众朋友们啊，这个家伙绝对是这个泡菜吃多了，这个脑子吃的不好使了。这场比赛，杨建平让这个韩国选手能打得非常难受。这个金立硕很想来拼拳或者来拼一拼，但杨建平啊撤退速度太快了。我们打完就走，也是发扬起我们的这个游击战的精髓。第二回合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目前来看，杨建平呢还是有优势啊。这场比赛杨建平呢之所以要和对方啊签下生死挑战书，正是因为这个上一场比赛受伤的这个人啊是杨建平的师弟啊，同门的师弟严希波。那当然严希波也很厉害啊，那曾经有一场比赛12秒 KO 这个日本选手。这场比赛杨建平也算是出头。好，看一下双方的龙边对局。这场比赛实际上无论怎么看啊，感觉这个韩国选手的体型，我觉得都是要大于杨建平的。这场比赛可能是跨量级挑战的。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回合了，双方也是直接开打。第二个回合，两人保存了很好的体能，所以说到了这个回合，我们可以看到战力上明显打得更凶了，而且这个金立硕很着急，我们能直观的感觉到这个金立硕是有些这个慌了啊，着急了。好漂亮，转单腿进入到地面。这一回合注定是本场比赛的高潮点。好的，杨建平再次拿到上位。这个杨建平这个把对方啊拖到地面的招式这真多呀，还有10000种方法让对方进入到地面。而你看这个韩国选手他又来了，又躺在这块儿。我觉得实在不行我们就踹他的裤裆吧。虽然说不讲武德，但是观众朋友们，对待流氓你就必须得用流氓的方式。所以你看对方啊，就像这个爸爸不给孩子买玩具啊，这个儿子躺在地上哭。当然我们是爸爸，对方是儿子。好，双方又一次地面对局。本场比赛双方所有的这个地面战啊，杨建平都是拿到上身位的优势位。所以说本场比赛无论是打分啊，還是說按照壓制時間來算啊，楊建平呢都是有優勢的。好，又一次沒勁兒了，雙方的體能啊現在都是有着明顯的一個下滑，不只是韓國選手，楊建平也是。哎，要小心，兩位選手。哎呦，這個裁判多虧是比較及時。這是本場比賽裁判唯一的一次作用啊，拽了一下繩子。
哦，的确是没劲儿了。这个金立说，我们看啊，双手都已经是没有力气啊，在拿高了。但是他的意志力很顽强，依旧是追逐着杨建平。但是我们看杨建平依旧是很灵活。双手呢，这个站姿啊、抱下都是没有松懈。好的，再一次，哎呦，这个金立硕，我估计回去之后得苦练摔跤了，防不住，根本防不住。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了，一场长达15分鐘的中韓對局。15分鐘，雙方打的的確是非常的精彩。但是無論怎麼看，我相信啊，懂拳和不懂拳都能看得出來，楊建平的這個優勢很明顯。不止一次把對方啊按到地上，而且呢還有多次大力砸摔。包括在戰力上，我們拳打得更準啊，分數也會更高。好，讓我們恭喜楊建平啊！本場比賽也是為自己的同門師兄弟楊希波呀報仇雪恨了，非常精彩。讓我們再次恭喜，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啊您的收看與支持。好了，咱們下期視頻再見。